大家好，我是小颖。手机丢失后，第一时间要做什么？不要急于报警，懂的人还不多，快来跟着视频了解。如今手机几乎承载着我们的生活全貌，从日常吃喝住行到各类事务，都离不开它。手机里不仅有微信、支付宝等支付软件，还绑定着银行卡，更存着亲朋好友的联系方式。要是出门时手机不慎被盗或丢失，很可能会让这些重要数据暴露风险，甚至被不法分子利用，造成财产损失或隐私泄露。所以掌握正确的应对方法至关重要。手机丢失后，不少人会慌忙报警，但报警流程耗时一延误处置，反而可能让损失扩大。此时不法分子可能趁机盗取通讯录、身份信息等数据，甚至利用手机验证码登录微信、支付宝，将账户资金洗劫一空。更凶险的是，短短几分钟内，他们可能用你的信息申请网贷，让你莫名背负巨额债务。这些风险并非危言耸听，现实中已有不少人因处理不及时陷入财务危机。所以掌握正确的止损步骤，远比盲目报警更关键。手机丢失后，别急着报警，按顺序做好这6件事，才能护好自己安全。这几步至关重要，先做什么，再做什么，每一步都环环相扣，能最大程度降低风险，避免损失扩大。快来看看正确流程吧。手机丢失第一步，先借他人手机拨打自己号码，或许是好心人捡到，这时候别发短信。若手机有锁屏密码，对方根本看不到短信内容，直接打电话更有效。若手机还有电且对方接通，就和对方沟通，提出给予一定报酬，请其归还手机。要是电话打不通，手机可能已被强制关机，也可能是被小偷偷走了，这时候就需要赶紧采取下一步措施，不能耽误。手机丢失后，若电话打不通或被拒接，第2步要立刻挂失手机卡，这是止损关键。不少软件靠手机号注册或绑定，一旦挂失，对方就无法通过手机号接收短信验证码，自然没法登录账号或修改密码。具体操作很简单，马上拨打运营商客服电话，转人工挂失。中国移动10086，中国联通10010，中国电信10000。接通后告知客服手机丢失需挂失卡号，挂失后手机卡立即失效，验证码就被拦截了。这一步能掐断不法分子利用验证码盗号的途径，比着急报警更能快速保护账户安全。毕竟耽误几分钟，账号就可能被恶意登录。务必争分夺秒完成挂失。手机丢失第3步，必须立刻冻结微信和支付宝。一旦手机落入他人之手，这些绑定支付功能的软件存在极大风险。冻结微信有2种方式，其一，打开浏览器，输入110 QQ.com， 按页面提示操作即可完成冻结。其二，借助朋友的微信，依次点击我设置账号与安全，微信安全中心冻结账户，选择手机丢失选项，按指引输入信息就能冻结。而冻结支付宝更为便捷，直接拨打官方客服电话95188，向客服说明手机丢失情况，请求暂时冻结账户即可。若后续找回手机卡，想要解封微信也不难，可在冻结页面点击解冻账号，按步骤操作，或者进入微信钱包的帮助中心，完成挂失与解封。及时冻结这2大支付软件，能有效防止他人盗刷资金，为个人财产安全加上一把保险锁。手机丢失第4步，需冻结银行卡。若银行卡绑定手机支付，立即拨打卡背面客服热线转人工，申请临时冻结账户。手机 App 转账额度通常高于 ATM，
及时冻结能阻止他人通过找回密码登录银行卡 App， 避免资金被盗刷。这一步可快速切断盗刷渠道，为银行卡安全筑牢防线。操作简单，却能有效降低财产损失风险。手机丢失第5步，立即通知亲友防诈骗。不法分子可能冒用你的微信向亲友行骗，务必第一时间告知亲友手机丢失。微信、支付宝及手机号已临时冻结，提醒他们若收到相关账号的消息，尤其是借钱请求，均为诈骗，切勿轻信转账，避免亲友因不明情况遭受损失，筑牢防骗信息网。第6步，报警并启用定位寻回功能。完成上述止损操作后，需尽快拨打110报警，告知警方手机丢失情况，并特别说明手机号码，以挂失冻结，避免后续因原手机号产生的纠纷。同时，借助智能手机的定位功能，尝试寻回设备。安卓手机以华为为例，用亲友手机或电脑登录华为云服务，输入丢失手机的账号密码，通过查找设备功能定位、手机实时位置或最后一次连接网络的位置。苹果手机登录苹果云空间官网 iCloud.com， 用丢失手机的 Apple ID 登录后，点击查找我的 iPhone， 地图会显示设备位置，还可远程开启响铃或锁定功能。若定位成功，可根据地图指引联系当地警方协助找回。若手机没电或关机，系统会记录最后一次位置信息。最后一步，携带身份证到营业厅补办手机卡，新卡激活后旧卡自动失效，随后依次解冻微信、支付宝、银行卡等账户，通过官方渠道解除冻结状态，重新登录并修改密码，确保账户恢复正常使用。手机丢失虽易引发焦虑，但按上述6步有序处理，既能最大程度守护资金安全，也增加了找回设备的可能。记得将这些知识点赞、收藏、转发给亲友，让更多人掌握关键止损技巧。如果你也想成为生活小能手，动手指点的关注，就能第一时间解锁更多开挂技能。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美食经验，说不定下一期的美食灵感就来自你的留言。无论是美食制作、家具清洁，还是日常小妙招，都将毫无保留地分享给大家。点赞、转发、评论3连，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咱们下期不见不散，一起发现更多生活惊喜。